去虾线的时候别再用牙签了。菜市场一位卖水产的老板教我简单的小妙招，2秒钟一个，方法干净快速又实用，还不会影响到虾的完整性。学会这个方法之后真是太棒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虾是一种常见的水产品，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蛋白质、矿物质、维生素等，而且具有鲜美可口的口感。虾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烹调方法，比如水煮、盐焗、油炸等，都可以制作成美味的菜肴。所以很多家庭会经常买虾过来给家人吃。方法1：吸管去虾线。我们注意观察大虾，就会发现在虾的背上有一条黑线，这条黑线里都是虾的排泄物，是非常脏的。而在虾头里也有着一团黑色物体，这个是虾包，里面是一些虾的器官，这些器官里就很可能隐藏了细菌、寄生虫之类的，我们要把它给处理掉。去除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吸管就可以了，就是平时我们喝奶茶的那种大号吸管，找到吸管有尖头的一端，然后再剪下来一小段。我们抓起一只虾，将虾的背部朝上，我们观察大虾就可以发现，在连接虾头和虾身的中间部分，它是有一个连接处的。我们只要抓住虾头和虾身往下掰一下，这个连接处就会裂开来，从裂开的部分，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虾头里面的虾包。我们用吸管的尖端直接插进虾头部位，当我们将吸管插进虾头里时，里面的虾包就刚好被卡进了吸管里面。我们抓住吸管轻轻向外一挑，这样虾头里的虾包就被带了出来，而虾背上的虾线是和虾包连接的，虾包出来了，虾线也会跟着一起出来，这样一只大虾就处理好了，简单干净又快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方法2：开背法。需要去虾线的大虾放到案板上，然后用刀在虾的背部开上一刀，切完刀口之后，就会发现虾的背部里面有一条虾线，需要用手将其取出来就可以了。开虾背去虾线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而且可以将虾线非常完整的去除。这个方法主要适用于蒜蓉、粉丝蒸或者是需要炸制的烹饪方式。开背过后的虾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造型，去除虾线，保持虾的营养美味，也能够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菜肴。不管用哪个方式都非常快速，不用牙签慢慢的挑，还不用担心把虾线给挑断了。其实这2种方法都是非常好的，在选择方法的时候，要根据自己的烹饪需求来选择，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。虾作为我们餐桌上的美食，其营养价值高，老少皆宜。然而，处理虾线的过程却常常让人感到困扰。现在正是虾的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许多人都选择购买虾回家自己做，但确保虾的清洁，特别是去除虾线，是十分必要的。虾线作为虾的消化道，可能含有排泄物、重金属及其他脏物，若不进行处理，不仅卫生堪忧，还会影响口感。处理虾线是烹饪虾的关键步骤，大部分人在购买虾时会选择鲜活的虾，带回家后进行处理。虽然过程稍显麻烦，但鲜活的食材总是能带来新鲜的口感。我们需要确保虾的处理干净，尤其是那根虾线。大虾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其身体可能存在许多脏物。为了确保食用的卫生和健康，
我们除了进行清洗外，还必须去除虾线。这个过程虽然耗时且麻烦，但却是必要的。我们通常使用牙签来去除虾线，其实特别的麻烦的。那么可以试试我今天分享的几个去虾线方法，简单又实用的。虾线是什么？虾线是虾背部的一条细线，煮熟后的虾线大多是黑色或灰色。虾线里面有虾的代谢产物，消化后的一些食物残渣，偶尔还有一些泥沙。所以说虾线里是虾食也有一定道理，它属于大虾的肠胃。虾线能吃吗？虾线是可以食用的，因为经过高温烹饪以后，虾线中的微生物基本全部都会死掉，所以食用虾线对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但可能会影响口感，甚至有一些土腥味。为什么沿海朋友不习惯去除虾线？对于土生土长的沿海人来说，他们的天然优势就是能够吃到鲜活的海虾。这类大虾的体内几乎没有什么排泄物，所以虾线也较为干净。这种鲜活的大虾在去掉虾线后，在经过烹饪的过程，虾肉的口感会变得紧实发硬，没有直接制作时口感那么鲜嫩了。所以越新鲜的大虾，越不用在意是否去除虾线，直接蒸熟或煮熟反而口感更好。鲜活的大虾怎么做最好吃？当然是用白灼的方法制作最为鲜美。这种做法既能保持住虾肉的原汁原味，又能锁住虾肉的营养，一举两得。白灼其实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水煮，另一个蒸制。在海边长大的朋友都听过这句话，煮蟹不放盐，做虾不加水，所以用蒸制的烹饪方法为佳。有两类虾肉建议大家去除虾线，一是冰鲜大虾或冷冻大虾，这种虾不算新鲜，吃起来自带腥味，而腥味的主要来源就是虾线，所以制作时解冻后就要去除虾线，以免影响口感和味道。二是小龙虾，小龙虾不同于海虾，它的生长环境大多是鱼塘里的淤泥或草丛处，生活环境脏乱差，再加上它是杂食性的生物，体内容易有寄生虫，所以在烹煮小龙虾时，虾线是一定要去除的。怎么样？您觉得这几去虾线的做法简单吗？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收藏关注哦，每天分享更多家常菜谱，有不懂的可以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